Hello，大家好，我是一元。没有想到后悔系列拖更拖这么久，没有想到这个系列反应这么热烈，看来确实有不少的玩家都有后悔觉醒某一些统帅，所以今天我们来看步兵篇。那么也是一样，我们从理查跟查理开始。虽然理查在失落之地的用途并不是很大了，但是我个人觉得理查觉醒不算吃亏。虽然我不知道现在新的玩家是怎样去使用理查的，但是在我那个时期，其实理查在 KVK 1到 KVK 3左右都是很强的时代。毕竟在游戏早期的时候，没有什么统帅可以选择使用，当时候用理查搭配里程柜算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而且就算现在征服赛季已经开启了，依然还是有使用理查的，当然不是用于战斗，而是用于在打野蛮人方面。我个人选择的组合搭配是用诸葛亮搭配理查，因为我发现到如果是用里程柜搭配理查的话，其实输出不够高，并且理查也不一定要觉醒啊，你只是把技能变成5511也是可以使用的。击败更多的野蛮人意味着帮你省下更多的钱，不需要去购买太多的水晶科技。再来就是查理，其实我觉得查理的性价比是比起理查还要更高的。查理就算是进入到征服赛季依然是可以使用的，尤其是针对于那些刚进入征服赛季的王国玩家。而且博物馆提升还蛮高的，也可以搭配新的统帅使用，像是柳彻、华莱士、西皮也可以用，而且也可以拿去做地鼠，不一定要拿去打仗。接下来到第二代的步兵，其实我看到第二代的步兵没有什么玩家反馈说不是很值得。不过其实亚历山大有经历过一段就是很多玩家嫌弃他的时候，那时候刘彻还没有出现，然后亚历山大不管是搭配哪一位统帅出来的表现都并不是很好，所以当时候其实有不少的玩家都说希望亚历山大可以重置他的技能，又或者是退还镜头之类的。直到刘彻出现之后，搭配亚历山大出来的效果，哇哦，已经变成 T0 级别的组合，让亚历山大起死回生，也变成现在性价比比较高的统帅吧，因为在 KVK 2左右大家都是需要用到第二代统帅的。接着君士坦丁，其实如果没有用到君士坦丁的玩家都不会去觉醒君士坦丁，也就变成说其实后悔的玩家也比较少。像君士坦丁的地位就是用于驻防比较多，大多数会去觉醒君士坦丁的玩家一般都是一些驻防统帅，又或者是很早期的玩家。用君士坦丁搭配各个驻防的表现其实也算是不错的。就算玩家没有使用君士坦丁去做驻防搭配各个之类的，也可以放在日落峡谷、失落峡谷，其实出来的表现也不错。像我自己本人就不会去觉醒君士坦丁，所以也就不存在后悔的问题了。第三代的步兵统帅关羽、列奥尼达一世，那这边就很明显了，关羽是不存在后悔的。至今在失落之地还是有不少玩家是使用关羽的，虽然现在关羽的表现不如像以前那么好了，但是你们要记得他是第三代统帅，现在第9代统帅都已经出现了，而且在第3代之后的步兵野战统帅里面呢，都表现得不是很好，只有关羽一个人在苦苦支撑。现在新的玩家可能比较少去觉醒关羽了，但是在我们那个时期，关羽还是很重要的。所以觉醒关羽不存在后悔的问题。接着18大王这个是我在投票里面看到投票率最高的步兵统帅之一，但是会觉醒18大王的玩家大多数都是老玩家，因为新玩家都已经知道18大王是一个不能使用的统帅，比较烂的统帅，所以新的玩家一般不会接触到18大王，也不存在后悔的问题了，大多数都是一些老玩家。虽然18大王有 AOE 啊，但是他的那些数值啊、技能触发、技能效果都不如想象中那么好，而且有更多的步兵选择的话是不会去选择18大王的，并且18大王的使用周期也比较短一点，后来还有搭配其他的步兵统帅，不一定会选择18大王来搭配，而且18大王要搭配其他统帅也不太适合，所以第一位觉得后悔觉醒的统帅就是18大王了。接下来到了第4代哈拉尔和兹诺比亚，其实我觉得哈拉尔一般一般呢，因为有一些玩家是觉得说哈拉尔还蛮好用的，就比方说你使用一些输出比较高的统帅，然后你把哈拉尔放在后面的话，如果对方打你的时候，对方也会比较痛。又或者是之前有一些玩家一直使用哈拉尔做地鼠的时候，其实实用性还蛮高的，但也是因为哈拉尔他在战场上就只有挨打的份而已，他输出的话又没有这么高。不过还是有一些玩家说后悔觉醒哈拉尔，但是我个人觉得一般一般啊，虽然我没有去使用。再来兹诺比亚，我觉得不后悔耶，因为兹诺比亚用了很长一段时间啊，毕竟在之前我们都已经知道兹诺比亚是专门用来驻防的统帅而已，
尤其在哥尔哥出现之前，都是由芝诺比亚负责去驻防的。就算不是用于驻防旗帜或要塞，大多数玩家都会觉醒芝诺比亚来保护自己的城市。而且我相信会觉醒芝诺比亚的玩家肯定是有为驻防做打算的，因为芝诺比亚是完完全全的一个驻防统帅，不能野仗使用的。而且除了驻防之外，其实野仗啊，或者是你打一些关卡啊、刷 buff 之类的，都是会需要用到芝诺比亚。所以你们表面上看到芝诺比亚已经是下岗了，已经不再驻防了，但是私底下还是有在继续使用的，所以我觉得芝诺比亚不后悔。下一个托俊金巴加尔，托俊金这个不需要讲那么多吧，他的技能呢就跟我们想象中的有点不太一样，他的表现也是比较偏弱一点的。而且托俊金出道即巅峰，有很多玩家看了他的技能之后，不要我相信有觉醒托俊金的玩家应该没有几个吧。如果是讲托俊金有什么比较好的组合搭配呢，其实是有的。用 CP 搭配托俊金其实表现还算是不错的，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为了这个组合特意去觉醒托俊金啊，它真的没有什么实用性。但也就是因为太多玩家不推荐托俊金了，所以其实觉醒托俊金的玩家也算是比较少，就变成说托俊金其实在我的投票率里面不算是比较高的，反而斯巴达会比较高一点。至于巴加尔我觉得还好吧，因为我们之前有一段时间都是需要用到巴加尔开集结的，而且我觉得玩家会去觉醒巴加尔的大多数应该都是想要做低属，就比方说用巴加尔搭配哈拉尔做一个专业的低属。但至于他们后不后悔我就不知道了，我是觉得说巴加尔也算是一般一般吧，不算是特别后悔的。第6代统帅大 CP IT 巫师 CP 就不需要讲那么多吧，因为我们现在还是有不少玩家在使用 CP 的，而且再加上之后 SP 朗奈尔出现之后，或许需要搭配 CP 使用的。至于 IT 巫师也不是每个玩家都会去觉醒啊，毕竟他是一位驻防统帅。但是我觉得觉醒 IT 巫师的玩家应该觉得蛮后悔的，因为 IT 巫师出场率真的没有特别高，至少在我的游戏生涯里面真的没有看过多少次驻防是使用 IT 巫师的，还是以芝诺比亚为主，所以我个人觉得 IT 巫师算是比较后悔的吧。第7代啊，这个就有一点搞笑了最多玩家反馈后悔觉醒的统帅之一萨尔贡塔里克。那这边说的不是塔里克，其实塔里克做于集结还是蛮实用的，像目前我们使用小 CP 搭配塔里克，其实出来的效果还不错，也是目前主流的步兵组合搭配。我这里所说的后悔就是萨尔贡我看到真的很多玩家都后悔觉醒萨尔贡了。那其实在萨尔贡推出的时候，我有做过不少的测试，跟大家说萨尔贡的技能有什么问题，但是我没有想到还是有这么多的玩家去觉醒萨尔贡。比较多人觉醒萨尔贡是用关羽搭配萨尔贡啦，但是讲真的，他表现没有很好。我自己本人也是有使用过觉醒的萨尔贡啦，其实真的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再来第8代统帅刘彻哥哥，这2位是不能说后悔的。目前刘彻是在步兵野战统帅里面 T0 的级别，而且刘彻不只是做于野战而已，集结驻防都可以使用。接着哥哥虽然他是驻防统帅，还是有不少的玩家用于野战，虽然他野战速度会稍微慢一点啊，但不得不说现在步兵里面最强的驻防就是哥尔哥，没有哥尔哥的防守，你的旗帜很快就会断掉。所以第8代的步兵统帅也算是性价比比较高的统帅。到了第9代统帅，也是近期出现的华莱士小 CP 虽然刚出现不久而已，但是我已经看到有不少玩家都说后悔觉醒华莱士了因为它的性价比不是这么高啊。如果我们继续使用刘彻搭配亚历山大的话，其实也是可以用的。华莱士搭配刘彻的那个效果只是提升 10%到20% 左右，所以不是那么值得。当然我觉得啦，大家不要这么快下定论先，有可能之后的一些新的步兵统帅可以搭配华莱士出来的效果不错呢。我今天暂时把华莱士放在后悔觉醒的系列当中了，因为真的有太多的玩家反馈说后悔觉醒华莱士了。至于小 CP 我没有看到太多的玩家反馈说后悔去觉醒小 CP， 因为小 CP 的技能只能用于集结而已，所以一般只有车头会去觉醒。目前在我看来，小 CP 的集结表现还算是可以，不算太差。就算真的后悔觉醒，也就只有车头那边会后悔而已，它的普及范围不是很广，不是每个玩家都会觉得后悔，所以我觉得还好。以上就是后悔觉醒的步兵统帅了，这各位认不认同我的看法呢？当然的，下一个后悔觉醒的影片呢，就是做工兵了。你们可以在这个影片下面留言说哪一个工兵统帅是你比较后悔去觉醒的，为什么？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我们下个影片再见。